春节旅游拼车回家，我内急下车前往服务区卫生间，因忘带纸巾耽误了10多分钟。回来的时候，我发现司机已经走了。我打电话给司机，却被告知自己已经跳车死了。原本只是再普通不过的一次返程，我上车前还在想，等回了学校，最多也就是和室友抱怨一句，这一路真折腾。谁能想到，就是这10多分钟会把我的人生整条掀翻。当我赶回停车点时，司机已驶离了服务区。我看着疾驰而去的车辆，又急又怕。那一瞬间，我脑子里嗡的一声，脚底像是一下子空了。深夜的高速服务区灯光惨白，我一个人站在原地，耳边只有风声和远处车辆压过路面的轰鸣。我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跑错了停车点，可眼前空荡荡的路边很快提醒我，不是我认错了，是车真的把我丢下了。师傅，我还没上车，你怎么就开走了？我沿着应急车道狂奔3公里，终于拨通了拼车司机的电话，肺里像被冷刀子一下一下刮着，腿也早就发软了。可我不敢停，我只是上了个厕所，手机、包、证件都还在，怎么可能被当成没上车的人？我越跑越慌，越慌越觉得不对劲，心口像被什么东西死死压住。大半夜的，你炸什么事？你半小时前在跨海大桥上自己拉开车门跳了下去，我车里的行车记录仪拍得清清楚楚，警察都已经结案了。司机的声音里透着极度的恐惧和愤怒，那不是装出来的惊慌，而像是真的见了鬼。正因为太真，我后背的汗毛一下子全竖了起来。我明明还活生生的站在高速上，为什么他会用这种语气和我说话？你胡说八道什么？我进服务区上厕所发现没带纸，在里面困了10分钟，出来车就不见了。我什么时候跳过车？我几乎是吼出来的，我急着解释，急着证明自己没有疯，更急着让对面那个男人恢复一点正常逻辑。只要他冷静一点，就会知道一个刚下车上厕所的人不可能半小时后又跳桥自杀。小姑娘，你别来找我索命了，你跳车的时候血溅了后座一身，我们现在刚把车洗干净。电话里传来另一个同车女乘客尖锐的哭腔，那哭声钻进耳朵里，刺得我头皮发麻。我忽然生出一种极其荒谬的错觉，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已经先于我一步，认定我死了，只有我自己还被蒙在鼓里。我停下脚步，低头看向自己的身体，我的羽绒服拉链完好，全身上下没有任何伤口，甚至连鞋底都只有应急车道上的灰尘。我用力掐了一把手心，疼不是梦，我还喘着气，心脏跳得发疼，手指冷得发僵。我活着这件事本该是最不需要证明的事实，可就在这一刻，它却成了最荒谬、最无力的一件事。把视频发给我看，马上！我对着电话嘶吼，冷风灌进嗓子里，引起一阵剧烈的咳嗽，那股腥甜的疼从喉咙一路烧到胸口。我弯下腰，咳得眼泪都出来了。可我根本顾不上狼狈，只想立刻看到所谓的证据，只要视频里的人不是我这场闹剧，就能结束。你别缠着我。
急！技术科马上带设备过来，对行车记录仪的原始视频进行技术鉴定。这句话一落，我才终于真正有了一点活下来的实感。不是因为危险消失了，而是因为事情开始往查证，而不是定罪上走。只要能查，他们就一定会露出更多破绽。不用等技术科了，这就是原视频，你们随便查。王强将手机拍在警车引擎盖上，转头看向李娜，她装得很镇定，可那种急着表态的样子，反而像是在抢时间。越是想把流程往前推，越说明他们怕细查。李娜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 A 纸递给警察。警察同志，这是小雨昨天在医院确诊重度抑郁症的报告单，他有自杀倾向，经常出现幻觉，总说有人要取代他。警察接过报告单，上面印着江南大学附属医院的公章和陈小雨的名字。看见那张纸时，我先是发懵，随即一阵反胃。原来他们连这一步都准备好了，不是临时起意，不是见机行事，而是提前把我能说的话、能走的路全都堵死了。我昨天一天都在千古情旅游景点打卡，根本没去过医院。这份报告单是伪造的。我说的飞快，心里却已经沉到谷底，因为我知道在现场这种情况下，一张盖了章的报告单远比我一张嘴更有说服力。医院的挂号记录和监控录像随时可以调取，你到底要装疯卖傻到什么时候？李娜冲到我面前，推了我一把，我撞在警车车门上，手腕上的手铐磕在门把手上发出脆响，痛意从手腕炸开。我咬紧牙，没有吭声。他推我这一把根本不是气急，而是在故意激我，他想让我崩，让我失控。只要我一闹，所有人都会更相信那份抑郁症报告。把嫌疑人押上警车，隔离看管。2名警察走过来，将我塞进警车后座，关上车门锁死。车门砰的合上时，我心里那股被围困的窒息感几乎到了顶点。隔着一层玻璃，我能看见外面的人影来回走动，却碰不到，喊不出，解释不了，像是整个世界都在外面，而我被单独关进了一个已经默认我有罪的笼子里。车窗玻璃是单向透视的，外面的人正在和医生交涉。我的双肩包被扔在旁边的座位上，拉链没有拉严，露出一截黑色的数据线。我盯着那截线，脑子陡然一清，慌乱像潮水。可真正能救我的，从来不是哭，不是喊，而是证据。只要我还能动脑子，我就没输。我侧过身子，用戴着手铐的双手拉开拉链，掏出包里的备用手机。上车前，我加过李娜的微信，为了平摊高速过路费，我点开微信，李娜的朋友圈设置了仅3天可见。我点开她的头像，选择投诉，选择存在欺诈骗钱行为，提交了拼车费的聊天记录。做这些动作的时候，我的手指因为冷和紧张有些发僵，几次差点点错。可越到这种时候，我反而越能感觉到自己那点死撑着不肯倒下的劲。我不能把命交给他们编好的故事，我只能自己撕开一个口子。微信安全中心很快弹出一份系统自动提取的近期资金流水异常筛查单，这是我兼职做网络安全测试时发现的后台漏洞提取方法。报告单上显示，李娜在半小时前收到了一笔高达300万的跨行转账，打款账户的抬头写着 XXXX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看到保险公司这几个字时，我心口狠狠一跳，前面的混乱、无限视频、假病例，像被一条线瞬间串了起来，不是单纯要我死，而是要我死得值钱。我继续利用漏洞向下翻阅这笔转账的附言备注，屏幕上出现的4个字让我浑身的血液一下子彻底的冰凉了。附言备注里清清楚楚写着陈小雨意外身故理赔金，半个小时前正是交警队接到跳车报案的时间，保险公司绝不可能在报案的同一时间就完成事故认定，并打款300万理赔金，除非这场死亡是提前半个月甚至半年就策划好的保险诈骗案。盯着那几行字，连呼吸都慢了下来。原来我不是临时被扔下车那么简单，我从一开始就是这场局里预定要死的人。服务区不是巧合，误会不是巧合，一切都不是巧合。我抬起头看向车窗外，王强正在给警察递烟，李娜正拿出一份文件让医生签字。他们根本不是什么顺风车司机和普通乘客，他们是一个专业的杀人骗保团伙。这2个小时前还和我坐在一辆车上的人，此刻在灯光下看起来面目平常，甚至还带着一点配合调查的无辜。可越是这样，我越觉得恶心。原来真正可怕的人从来不长在恐怖故事里，而是长着最普通的脸。我转头盯着那具尸体，尸体的真实身份到底是谁？为什么会心甘情愿配合他们伪造这出跳车惨剧？这个念头刚冒出来，我自己就先否定了。没有人会心甘情愿摔成那样，除非他根本没有选择。想到这里，我胃里猛地一阵翻搅。除了我，这场骗局里还有另一个被拖下水的人。我用手肘砸击警车的车窗玻璃，开门，放我出去！他们是骗保的杀人犯，那笔钱已经到账了。站在车外的警察转过头，隔着玻璃看了我一眼，无动于衷。那一眼让我瞬间清醒。现在的我，在他们眼里仍旧只是一个精神状态不稳定的嫌疑人。我说的越激动，越没人信，光喊没有用，我得把证据递到能看懂的人手里。医生签完字，收起病历本，准备上救护车。我躺在座椅上，双腿用力踹向车门，车门发出一声闷响，被从外面反锁，根本无法踢开。那股无力感像潮水一样漫上来，可紧接着备用手机屏幕就亮了。命运有时候残忍
忍的可笑，也会在最冷的时候往你面前扔一根更锋利的线索。备用手机屏幕亮起，弹出一条来自我妈的微信消息：300万收到了服务区，那个活口处理干净点，别让他找到机会去交警队乱说话。这条消息根本不是发给我的，我的主手机账号在10几分钟前被挤下线，我现在登录的是通过备用机强行找回的克隆分身账号。我妈的这条消息是发给我原本的微信号，发给拿着我主手机的王强和李娜的，她卖了我的命，换了300万保险理赔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居然没有第一时间哭，胸口像忽然空了一大块，冷得发麻，连愤怒都显得迟钝。可正是这种迟钝，让我比任何时候都清楚，我不能再把他当作会救我的人了。我按下警车的升降窗按钮，前排驾驶位的控制台没有拔钥匙，车窗降下了一条3厘米的缝隙，我将备用手机顺着缝隙用力扔了出去。这一扔几乎是孤注一掷，手机一旦丢出去，我手里就再没有第二份证据可用。可如果不扔，我就只能继续被困在这里，等着他们把一切说圆。手机砸在医生的脚边，医生停下脚步，低头捡起手机，屏幕上正是那条300万到账的保险理赔复言和带有我妈头像的聊天记录。隔着玻璃死死盯着他的脸，连眼睛都不敢眨。成败就在这一秒，如果他看懂了，我还有命；如果他也选择无视，那我真的可能再也没有翻盘的机会。医生看着屏幕上的转账记录和聊天内容，脸色骤变。那一瞬间，我整个人像从冰水里被猛地拽出来，终于能喘上一口气，不是安全了，而是终于有人从这场戏外看见了戏台底下的脏东西。他转身走向救护车，一把掀开尸体身上的白布，双手按在尸体的腹部，用力向下压。尸体腹腔内有大量积水，肝部肿大硬化，死者生前患有严重的肝癌晚期，绝不是普通的大学生。医生举起戴着医用手套的双手，对着警察大喊，这句话像一把刀，直接捅穿了他们所有伪装。直到这时，我才真正意识到，躺在担架上的那个女孩，连临死前都没能保住自己的名字。警察拔出腰间的配枪，枪口对准王强和李娜，双手抱头，蹲在地上，立刻执行。王强猛地转身向应急车道外的护栏跑去，警察鸣枪示警，随后一个飞扑将王强死死按在地上。李娜瘫软在地，双手抱头，嚎啕大哭。看着他们一个跑一个哭，我胸口压了这么久的闷气终于裂开一道缝，不是痛快，而是一种迟来的愤怒。他们怕了，原来这些把别人往死里送的人也知道害怕。警察走过来，拉开警车车门，解开我手腕上的手铐。对不起，是我们查验不仔细，险些让罪犯逃脱。金属环松开的那一刻，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发红的手腕。短短一段时间里，我从死者变成嫌疑人，又从嫌疑人变回活人。可那种被无端按住、被强行定义的感觉，已经牢牢刻进了骨头里。我揉着发红的手腕，跨出警车，走向瘫在地上发抖的李娜。你们到底是从哪里找来的癌症晚期患者？你们承诺给他家里多少钱，让他去死？不是替他们发问，我只是必须知道那个替我躺在那里的人到底是怎么被卷进来的。知道真相，至少能让我在这场恶意面前不只是一个被动的幸存者。李娜抬起头，眼神里充满绝望。我们只给了他父母10万块，他反正也活不了几天了，用他的命换300万理赔金，我们拿大头，你妈拿100万。我指尖一凉，心却一点点沉到了最底下。10万块，一个19岁女孩的命，在这些人嘴里轻得像一张纸。更可笑的是，我的命也被他们明码标价，摆在了分赃表上。我掏出备用手机，当着警察的面拨通了我妈的电话。电话接通，那一刻，我反而平静得近乎麻木，所有撕心裂肺的委屈都过去了，剩下的只有一个念头，让她自己亲口说出来。妈，100万买断我的命，这笔买卖你觉得划算吗？电话那头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只有沉重的呼吸声。我握着手机，忽然觉得很好笑。曾经我无数次渴望他多看我一眼，多偏向我一次，可现在我要的不过是他开口认罪。小雨，你听妈解释，你弟弟马上要结婚了，女方要50万彩礼和一套全款房，妈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听到这句话时，我心里最后一点不切实际的幻想彻底碎了。原来不是误信别人，不是被人蒙骗，是他清醒的权衡过，然后决定拿我去换他儿子的婚房，按彩礼。所以你就联合外人给我买巨额意外险，找个癌症晚期的替身跳车，让我背着精神病和寻衅滋事的罪名去坐牢，甚至死在外面。反正你也只是个女孩子，迟早要嫁人泼出去的，用你的身份给你弟弟换套房，这是你应该做的。我按下录音保存键，将手机交给身旁的警察。我没有哭，大概是因为痛到极处，连眼泪都显得多余。他这一句应该把我这些年在那个家里所有说不出来的委屈全都解释清楚了。警车停在市公安局刑侦大队院内，一路上我都很安静，不是不想说，而是心里那股翻腾的情绪已经沉淀成了硬邦邦的一层壳。我知道真正该说的话要留到能把他们彻底钉死的时候再说。我跟着警察走进2楼审讯监控室，单向玻璃墙后，我妈带
着手铐坐在审讯椅上，看到他被铐在那里的样子，我胸口还是微微抽了一下，不是心软，是一种很复杂的割裂感。这个人给过我命，也想要我的命。警察同志，我是他亲妈，我怎么可能杀他？你们抓错人了！我妈用力拍打审讯椅的金属挡板。你们千万别信外面那个死丫头的话，她从小就满嘴谎话，她就是见不得她弟弟好。我听着这些熟悉的话，竟然一点都不意外。从小到大，她总能把一切错都推到我身上。以前我还会委屈，会想解释，会想证明自己不是那样的人。可现在，我只觉得这些话像一份旧档案被原样翻出来，连措辞都不新鲜。警察将一份纸质保险合同重重拍在桌面上。你上个月在 XXXX 人寿保险公司购买了保额300万的意外身故险，被保人是陈小雨，唯一受益人是你。我妈看了一眼合同，当妈的给女儿买份保障犯法吗？这是我用自己退休金买的。我推开审讯室的门走进去。你连医保卡里的钱都被我弟拿去还了网贷，你哪里来的2万块钱付全额保费？我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平的连我自己都意外。或许是因为真正绝望的人是不会再歇斯底里的。我只是把事实摆出来，让他再也没法打着亲妈的旗号装无辜。我妈指着我的鼻子，那是你弟弟孝顺我，专门借钱给我买的。我把备用手机推到警察手边，通话录音的哈希值我已经做了区块链存证，这是无法篡改的底层数据。警察点开录音文件，扩音器里重放着那句100万买断命的交易对话。我妈双手紧紧攥成拳头，那是气话，是你先打电话刺激我，我一时口不择言。她还在撑，还在试图用最廉价的借口把自己往外摘。盯着她那张脸，忽然觉得陌生的厉害。一个连买命都能讲成气话的人，到底还有什么话是真的？我调出手机里的后台，提取数据界面。XXX 人寿保险公司上个月刚上线了智能秒赔系统，只要提交死亡证明和交警事故认定书，就能触发自动打款机制。警察拿过手机翻看页面，你半个月前就去公证处做了唯一受益人公证，连小雨的死亡证明你都提前找关系开好了虚假前置文件。警察将调取出来的公证处视频截图摆在我妈面前。合同上的签名是谁代签的？是他自己签的。我妈死死咬住这句话。这份合同的笔迹鉴定结果下午就能出来。陈小雨是右撇子，这个签名是用左手写的逆向笔锋。警察合上卷宗，盯着我妈的眼睛。你找的那个癌症替身是个左撇子，你连签字都是让他代劳的。说完这句时，我心里忽然生出一阵钝痛。那个我甚至还不知道全名的女孩，在他们的计划里，不只替我去死，还替我签字，替我确诊，替我成为一个抑郁到会跳车的人。她连自己的死亡都要为别人服务。我没有找过替身，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妈双手抓住审讯椅的挡板，视线避开桌上的保险合同。她越是否认，我越能清楚地看见她的慌。以前她骂我压我偏心我弟的时候，总是理直气壮的，可一旦牵扯到她自己要坐牢，她就不敢和任何证据正面对上。警察打开身后的监控显示屏，李娜已经全部交代了。你们在半个月前通过地下黑市找到了那个癌症晚期女孩。屏幕里播放着李娜在隔壁审讯室的交代画面。是她主动联系我们的。她说她女儿死了，我们就能拿大头，我们只负责开车把人运上高速。听到她主动联系这几个字，我还是觉得恶寒。有人会为了钱把自己的孩子卖掉，有人会为了儿子把女儿送上绝路。原来血缘从来不是底线，它只是一层最会骗人的皮。我敲了敲桌面，那个女孩在服务区之前就被你们注射了过量麻醉剂，她根本没有能力自己拉开车门。警察按下暂停键。行车记录仪里的跳车视频是你们找特效公司提前合成的 AI 换脸视频。我一边说一边逼着自己维持清醒。证据越多，我越不能让情绪先一步冲垮我。我要的是定罪，不是发泄。审讯室的铁门被推开，2名刑警押着我弟陈宇走进来。陈宇手腕上戴着手铐，身上的夹克衫被扯破了一道口子。我看着他，心里没有半点亲人出事的揪痛，只有一种漫长猜测终于被证实的冰冷。他果然参与了，不是躲在家里什么都不知道，而是从头到尾都踩在这场局里。你们抓我干什么？我一直在网吧打游戏。陈宇看到审讯椅上的我妈，立刻调转话头，指向我。陈小雨，是不是你又在外面惹了祸，连累家里？你个扫把星！这熟悉的倒打一耙让我几乎想笑。从小到大，无论他闯了什么祸，最后总能拐个弯变成我的错。可惜这一次，已经没人会替他兜底。我拿出刚才打印好的银行流水单，砸在陈宇脸上。你不是要结婚买房，你是欠了境外赌博网站150万高利贷。陈宇低头看着散落在地上的流水单。你胡说八道，那是买房的过桥资金。我刚才利用你留在家里没改密码的旧电脑，爬取了你的境外网站登录日志。我指着流水单上的比特币交易哈希值。你的账户在半个月前被强制平仓，催收公司拿着刀上门逼债，你们才想出了骗保还债的计划。
警察捡起地上的流水单，你涉嫌参与谋杀骗保及非法跨境赌博，现在正式对你进行刑事拘留。陈宇双腿发软，跪在地上。妈，你快和警察说这都是你的主意，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能坐牢啊！我妈从审讯椅上猛地站起来，是我干的，全是我一个人策划的，保险是我买的，替身也是我找的，和我儿子没任何关系。看着这一幕，我心里最后一点关于公平的执念彻底死透了。到了这种时候，他还是第一反应护着儿子。原来在他心里，我的命不值钱，我弟的前途却比什么都贵。替身女孩父母的10万块买断费是从陈宇的建设银行卡里转出去的。警察将一份银行调证回执单钉在白板上。我们在你的手机备忘录里恢复了被删除的毒药购买记录，是你从暗网联系的违禁麻醉剂卖家。陈宇拼命摇头，手铐撞击地面，发出巨响。那是王强让我买的，我根本不知道那是用来杀人的药。他这副慌不择路的样子，让我忽然觉得很讽刺。策划害我的时候，他大概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也会跪在这里求别人信。我走到陈宇面前，蹲下。王强和李娜是职业骗保团伙，但提供我准确行程信息和车牌号的人是你。我拿出一张截图，对准陈宇的脸。我在拼车软件上下单，不到1分钟，你就把我的订单截图发给了王强，让他们接单。陈宇避开手机屏幕，我只是帮他们拉个客，赚点介绍费。你不仅仅是赚介绍费，你还伪造了我的抑郁症确诊报告。我按下手机上的播放键，一段医院监控录像开始播放。你买通了江南大学附属医院的临时工，在医院系统后台强行植入了虚假的抑郁症就诊记录。监控画面里清晰地显示，陈宇递给穿着白大褂的男人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医院的那个临时工半小时前已经在高铁站被抓获，他交代了你给他5万块钱，伪造病历的全部过程。警察在记事本上快速记录供词。我妈从审讯椅上滑落，双膝跪地。小雨，你救救你弟弟，他才20岁，他进了监狱，这辈子就毁了。听到这句他才20岁，我心里像被什么狠狠拧了一下。原来他不是不知道年纪轻意味着什么，他只是从来不觉得我的20岁也算数。你们把我丢在服务区，找人代替我挑车粉身碎骨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才20岁？我退后一步，避开我妈伸过来的手。你们连那个癌症晚期的女孩都不放过，用10万块钱买断她的残命，用她的血肉铺你们的还债路。我说完这句，喉咙发紧，却没有半点想停下来的意思，因为我终于明白，对这样的人心软，就是对死去的人残忍。陈宇突然从地上窜起来，撞向我妈。都怪你这个死老太婆，是你说只要陈小雨死了，我就能拿到300万。是你逼我干的。2名警察迅速上前，将陈宇死死按在墙上，不许动，老实点。我站在原地看着他们狗咬狗，心里竟然异常平静。曾经他们合起伙来推我出去，现在终于轮到他们彼此撕咬了。不是报应突然降临，而是报应终于走到眼前。警察将我带到隔壁的单向玻璃观察室，王强被锁在正对面的审讯椅上，我站在玻璃后面，隔着一层看他，只觉得这张脸和几个小时前路上闲聊时的样子判若两人，可仔细想想又根本没什么两样。只是那时我不知道，他笑着问我学校专业的时候，心里想的是怎么让我死得更像意外。主审警察敲了敲桌面，陈小雨的死亡证明和意外险理赔申请书是谁提交的？是陈母提交的，她用手机端操作的智能秒赔系统。王强抬头看了一眼摄像头，那个替身女孩上车前就处于重度昏迷状态，她是怎么自己拉开车门跳下去的？警察播放了那段行车记录仪里的跳车视频，视频是我们找人做的特效换脸，原版视频是李娜坐在后排录的。王强咽了一口唾沫，替身女孩是我们合力推下去的，我们在过跨海大桥的时候减慢了车速，李娜打开车门把她踹了出去。听到这里，我手指控制不住地拳了一下，哪怕我已经猜到真相有多恶心，可亲耳听见推下去踹出去这些词还是让人浑身发冷。那不是一句供词，那是一个活人被扔下去的全过程。我站在单向玻璃后，盯着王强的嘴唇。你们推他下去的时候，他还有呼吸吗？警察按着对讲机里的指示问出这个问题，这是我最想知道的一句，不是出于好奇，而是因为我不想让那个女孩连死亡的真相都被他们轻描淡写的带过去。有，她当时被风吹醒了，伸手抓住了车门把手，丽娜用扳手砸断了她的几根手指，她才松手掉下去的。尸检报告上应该能查出指骨粉碎性骨折。我只觉得胃里一阵翻涌，忍不住偏开了视线，可下一秒我又逼自己看回去。我要记住这些词，记住这些人，记住那个替我去死的女孩究竟是怎么被他们活活逼死的。王强双手合十搓动，警察将几张尸检现场的照片摆在王强面前。死者手腕上的红绳手链是你们强行戴上去的。王强点头确认。陈母说陈小雨一直戴着这条本命年手链，
这是他最明显的身体特征，我们必须伪造这个细节。听见这句时，我心里几乎升起一种荒谬的恨意。他记得我手上的手链，记得这种能用来确认尸体身份的细节，却从来记不得我喜欢什么、怕什么、想要什么。他记得我的不是我这个人，而是我这个可被替代的身份。警察收起照片，300万的理赔款打进了李娜的账户，你们准备怎么分赃？我们拿200万，陈母拿100万。我们本来约好今天晚上在东南亚的赌场地下钱庄交接。我推开观察室的门，走回走廊，脚底踩在地面上，竟有种不太真实的发飘感。几小时之前，我还只是返校路上的普通大学生；几小时之后，我站在警局走廊里，听完了别人分我命前的全流程。那个急救医生正拿着一份完整的尸检报告单递给专案组组长。死者的指骨断裂切面有生前生活反应，确认是在存活状态下被暴力击打导致坠亡。专案组组长在报告单上签字。这是一起性质极其恶劣的蓄意谋杀及保险诈骗案，证据链已经形成闭环。闭环2个字落下来，我才终于有了一种事情真的结束了的感觉。不是我安全了那么简单，而是那个女孩的死，我差点被偷走的人生，都终于有了被认真对待、被法律记下的可能。市局通报会的流程走得非常快，我坐在会议室的角落里，看着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的案件证据链，灯光打在屏幕上，冷得像手术室。我安静地坐着，像一个旁观者看自己的案子，可屏幕上的每一条证据都和我的命息息相关。我甚至有种诡异的错位感，仿佛这里在播放的是另一个人的灾难。犯罪嫌疑人陈母及陈宇为偿还巨额赌债，蓄意策划谋杀亲女，骗取保险理赔金。市局发言人宣读着案件定性报告。2人勾结职业骗保团伙王强及李娜，非法购买违禁麻醉药品，伪造精神类疾病诊断证明。屏幕上展示出陈宇购买毒药的暗网交易记录及转账流水凭证。犯罪嫌疑人王强及李娜涉嫌故意杀人罪及保险诈骗罪，现已移交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发言人关闭大屏幕，我听着那些公文式的措辞，心里却一点点安定下来，因为只有当一件事准确的命名，它才不会再被家务事、误会、一时糊涂这种轻飘飘的词盖过去。XXX 人寿保险公司已启动紧急阻断机制，被骗取的300万理赔金已在境外钱庄被警方全额冻结，并原路追回。警察拿着2份文件走到我面前，这是你的身份恢复证明文件，公安系统已经撤销了你的死亡注销记录。我接过印着大红公章的文件，签下自己的名字。笔尖落在纸上的那一刻，指尖几乎有些发抖。恢复证明，短短几个字，轻得像一张纸，可对我来说，却像是在把我从一场荒谬的死亡里重新捞回来。陈母和陈宇涉嫌故意杀人罪，按照刑法规定，最低面临无期徒刑甚至死刑的判决。警察递给我一支签字笔。由于你是本案的直接受害人，你可以依法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他们赔偿精神损失及相关费用。我拔出笔帽，在诉讼申请书上签下名字。我不要他们的钱，我要求法院依法剥夺陈母对我的任何亲属权利。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异常平静。曾经我最想要的是她像个母亲，可现在我最想要的是法律替我把这层关系彻底切干净。从今以后，不要她的爱，也不要她的名分。警察收回文件，装进档案袋。会议室的门被推开，我妈和陈宇戴着手铐脚镣，被4名全副武装的特警押送着，前往看守所。看到他们的那一刻，我没有想象中的痛快，反而像是在看2个终于显出原形的陌生人。他们和家人这2个字之间已经被我亲手切断了。陈宇路过我身边时停下脚步。陈小雨，你满意了？你亲手把自己的亲妈和亲弟弟送进监狱，你就是个冷血动物。我站起身，平视陈宇。把我卖了100万换房子的那天，你们就不是我的家人了。这句话我并没有用力吼出来，可每个字都像石头一样砸在地上。我终于可以坦坦荡荡地承认，不是我心狠，是他们先不要我的。我妈突然挣脱特警的押解，扑通一声跪倒在我面前。小雨，你给法官写份谅解书，妈知道错了，妈在里面一定好好改造。如果是以前，我大概会因为这一跪而心乱，甚至会因为毕竟是我妈而退一步。可现在，我看着她膝盖落地，只觉得荒唐。她跪的不是我，是她自己快保不住的下半生。特警迅速上前，把我妈从地上拖起来。保持安静，继续走。我看着他们被押上囚车的背影，将手里的身份恢复证明折叠放进羽绒服口袋。纸张擦过掌心的时候，我心里忽然空了一下。大仇得报的痛快，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烈，留下的反而是一种长久绷紧之后突然泄力的疲惫，像是我拼命从死亡边缘爬回来。回头一看，身后什么也没剩下。那个急救医生提着医疗箱从法医鉴定中心走出来。替身女孩的家属已经接到通知赶过来了。医生将一份死亡证明复印件递给我。他们拿到那10万块钱之后就去外地旅游了，连认尸都是警察强行把他们押回来的。我接过复印件，纸上的名字映入眼底时，我的手指轻轻颤了一下。直到这一刻，那个替我躺在担架上的女孩才真正从替身变成一个具体的人。那个女孩叫林晓，刚满19岁，比我还小1岁。我将复印件装进双肩包的最里层。警察查了她的病历，
他其实有机会通过靶向药延长3年寿命，但他父母拒绝出钱治病，把他卖给了你妈。医生提着箱子走向救护车，两对吸血的父母做了一场用人命换钱的生意。我站在原地很久，没有立刻走。林晓这个名字在我脑子里反复回想，他本来还能多活3年，也许能看完几次春天，吃几顿想吃的东西，哪怕只是多睡几个安稳觉。可最后，他被几个最该护着他的人推到了死亡前面。我走出市公安局的大门，冬日的阳光照在柏油路面上，驱散了昨夜高速公路上的寒气。那光落在身上，明明是暖的，我却还是忍不住打了个寒战。大概是因为昨夜那种被宣布死亡的冷，已经冻进了骨头缝里，不是一点太阳就能立刻晒化的。我的主手机在物证科做完数据提取后被还了回来，屏幕上弹出一条微信消息，是江南大学辅导员发来的：陈小雨同学，学校已经接到警方的通报函，你的学籍状态已经恢复正常，随时可以回校上课。看到学籍恢复正常这几个字，我鼻尖忽然有些发酸，不是因为委屈，而是因为直到此刻，我的人生轨道才终于被重新接回去。学校课堂、作业、考试，这些原本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东西，忽然都成了我拼命活下来的证明。我回复了一个收到的手势，切出聊天界面，联系人列表里，我将陈母和陈宇的微信号彻底删除拉黑。按下确认键的时候，我没有犹豫，也没有回头，删掉的不只是2个联系人，而是过去那些反复拉扯、反复自我说服、反复期待他们有一天会变好的自己。我点开订票软件，购买了一张直接返回江南大学的高铁票。出租车停在路边，司机按了一下喇叭：小姑娘，去哪里？我拉开车门，坐在后排，系好安全带。座椅的柔软感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真正放松过了。从服务区开始，我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现在终于能在一辆正常的车里，光明正大的说一句自己的去处：去高铁站，我要回学校。车子启动，驶入川流不息的城市主干道。我将头靠在车窗上，看着不断倒退的街景，那些楼、树、路牌、红绿灯从我眼前一一掠过去，平凡得近乎珍贵。我曾经差一点就再也看不到这些再普通不过的东西了。一场用我的命编织的骗局彻底粉碎，那些妄图踩着我的骨血向上爬的人，最终都跌进了他们自己挖的坟墓。我拿回了属于我的身份，也彻底斩断了这条名为亲情的锁链。从今天起，我陈小雨只为自己活。微信安全中心很快弹出一份系统自动提取的近期资金流水异常筛查单，这是我兼职做网络安全测试时发现的后台漏洞提取方法。报告单上显示，李娜在半小时前收到了一笔高达300万的跨行转账，打款账户的抬头写着 XXXX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看到保险公司这几个字时，我心口狠狠一跳，前面的混乱、无限视频、假病例，像被一条线瞬间串了起来，不是单纯要我死，而是要我死得值钱。我继续利用漏洞向下翻阅这笔转账的附言备注，屏幕上出现的4个字让我浑身的血液一下子彻底的冰凉了。附言备注里清清楚楚写着陈小雨意外身故理赔金，半个小时前正是交警队接到跳车报案的时间，保险公司绝不可能在报案的同一时间就完成事故认定，并打款300万理赔金，除非这场死亡是提前半个月甚至半年就策划好的保险诈骗案。盯着那几行字，连呼吸都慢了下来。原来我不是临时被扔下车那么简单，我从一开始就是这场局里预定要死的人。服务区不是巧合，误会不是巧合，一切都不是巧合。我抬起头看向车窗外，王强正在给警察递烟，李娜正拿出一份文件让医生签字。他们根本不是什么顺风车司机和普通乘客，他们是一个专业的杀人骗保团伙。我听着这些熟悉的话，竟然一点都不意外。从小到大，他总能把一切错都推到我身上。以前我还会委屈，会想解释，会想证明自己不是那样的人，可现在我只觉得这些话像一份旧档案被原样翻出来，连措辞都不新鲜。警察将一份纸质保险合同重重拍在桌面上。你上个月在 XXXX 人寿保险公司购买了保额300万的意外身故险，被保人是陈小雨，唯一受益人是你。我妈看了一眼合同，当妈的给女儿买份保障犯法吗？这是我用自己退休金买的。我推开审讯室的门走进去，你连医保卡里的钱都被我弟拿去还了网贷，你哪里来的2万块钱付全额保费？我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平的连我自己都意外。或许是因为真正绝望的人是不会再歇斯底里的，我只是把事实摆出来，让他再也没法打着亲妈的旗号装无辜。我妈指着我的鼻子，那是你弟弟孝顺我，专门借钱给我买的。我把备用手机推到警察手边，通话录音的哈希值我已经做了区块链存证，这是无法篡改的底层数据。
警察点开录音文件，扩音器里重放着那句100万买断命的交易对话。我妈双手紧紧攥成拳头，那是气话，是你先打电话刺激我，我一时口不择言。她还在撑，还在试图用最廉价的借口把自己往外摘。盯着她那张脸，忽然觉得陌生的厉害。一个连买命都能讲成气话的人，到底还有什么话是真的？我调出手机里的后台，提取数据界面。XXX 人寿保险公司上个月刚上线了智能秒赔系统，只要提交死亡证明和交警事故认定书，就能触发自动打款机制。警察拿过手机翻看页面，你半个月前就去公证处做了唯一受益人公证，连小雨的死亡证明你都提前找关系开好了虚假前置文件。警察将调取出来的公证处视频截图摆在我妈面前。合同上的签名是谁代签的？是他自己签的。我妈死死咬住这句话。这份合同的笔迹鉴定结果下午就能出来。陈小雨是右撇子，这个签名是用左手写的逆向笔锋。警察合上卷宗，盯着我妈的眼睛。你找的那个癌症替身是个左撇子，你连签字都是让他代劳的。说完这句时，我心里忽然生出一阵钝痛。我甚至还不知道全名的女孩，在他们的计划里，不只替我去死，还替我签字，替我确诊，替我成为一个抑郁到会跳车的人。她连自己的死亡都要为别人服务。我没有找过替身，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妈双手抓住审讯椅的挡板，视线避开桌上的保险合同。她越是否认，我越能清楚地看见她的慌。以前她骂我压我偏心我弟的时候，总是理直气壮的，可一旦牵扯到她自己要坐牢，她就不敢和任何证据正面对上。警察打开身后的监控显示屏，